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吴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山，吴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顾问三虎哥陈柏惟，大家好，Thank you。好，那对所有人来讲的话，那这几天发生的辣椒水事件，你觉得所有的真相都已经告诉你了吗？当然呢，包括影带也公布了，包括分局长也被惩处了。可是有很多人到现在还是觉得这个乌龙会不会也太乌龙了一些？尤其是在国内现在的政治氛围里面，彼此之间根本没有所谓的信任。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会不会这边说大家不要再做政治操作，另外一边就是说到底谁在做政治操作？包括骂人的、被骂的，所有这些，那这整件事情到底凸显了什么？不过因为总是已经惩处了，那包括譬如说内政部长刘世芳，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针对这件事情也都发表了看法，让你看一下。来，内政部是尊重警政署的惩处，他是一个勤务指挥官，所以我们认为他处置上面，不管是在时间上，或者是在处置的失当或失错上面呢，必须要接受惩处。这个事件不只是一个乌龙事件，而且是警察纪律的问题哈。那因为这个当时的这位警察同仁，这位警察主管周局长哈，那在这个事发以后，那没有坦诚的说明，那因为他没有坦诚说明，在第一时间，甚至在第二时间，如果早就坦诚的话，那就不用耗费这么多的人力物力，也可以加速侦办。来，观点是，但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影带也看了，大家也看到相关一些的画面，然后包括那分局长也说，对，是他在18号的时候，他就已经跟局里面有讲说，哎，对啊，是不是我喷的那些，然后造成这样一些的结果？可是还是有很多人，譬如说阿川就一直不相信，你也觉得里面疑点重重吗？哎，这是鬼故事啊！因为我小弟我10几年前也跑过警政新闻嘛。首先第一个所有民众最想问的问题是，哇，全台湾各个县市的警局的分局长，出勤的时候自己会佩戴这个辣椒水这件事情是匪夷所思的。我先讲这整件事情事实面就是分局长第6分局，然后他最后坦诚嘛，然后说是他在试喷辣椒水，然后呢，所以导致当天看到那个画面，柯文哲以及这个刘姓的这个市议员参选人，他们表达说不舒服，然后所以在现场咳嗽。我给大家看一下还原这张图，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当天是17号的晚上，那他们在台中逛夜市，所以整个状况呢，这一个分局长他一共喷的4次辣椒水，这个是台中市警局的调查的内容。第一次喷辣椒水的时候是7点47分50秒的时候，在这个位置。那整个大队人马因为会沿着红线往下走，绕一圈再往上往上走，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一个扫街路线。所以第一次喷的时候是7点47分。那我跟大家报告根据民众党的讲法。第一，他们认为他们第一时间不知道是分局长喷的，他们声称说他们遭到什么摩托车骑过去的攻击啊，被攻击的时间点是在晚间8点10分，所以你能想象这样7点47分喷完，在第二波喷洒是8点14分的中间，大概在8点10分的位置的这里附近的时候，他们表达说是遭受第一波攻击，代表说他们第一次有感觉是在这个位置。好，到了8点14分的时候，分局长不知道有什么原因要测试吧，测试本人由分局长3线1超大的分局长来测试辣椒水，到这里进行第2次喷射。到了8点14分在喷射的时候，同样的时间跟地点，就是民众党声称8点14分在鱿鱼摊的这一摊的前面，他们认为他们被遭受第2波攻击，所以第2波的8点14分，时间是有对起来的，就都是8点14分。好，然后呢，他们继续往下走。绕一圈，在这里折返点往回程走，改成蓝色的，继续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到了第3波的，他们声称他们被这个攻击的时间点是8点48分。可是呢，真有趣在第3波喷洒是8点46分，第4波喷洒是8点47分。所以简单来讲，他们认为他们被攻击的第3波是分局长4个都喷完之后的后面的时间。好，大概整个过程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讲这个鬼故事就是说，我们正常来讲是这样，我们出勤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各个县市这个大家在质询会，这各个县市的警察局长都会问到问题。像我新北，我就问方向林局长嘛。我们难道我们所有的这个
同仁出勤啊，分局长本人都有佩戴这个辣椒水嘛。那他分局那个局长真的讲说，偶尔会佩戴，偶尔会佩戴。但是关键是，你怎么避免这种情形发生？好，假设误喷是事实，其实有一个标准的回答，标准的状况就是尽量不要试喷。可是这个分局长就在整件事情，我觉得鬼故事的第一点是说，不止试喷一次，因为正常来讲是这样嘛，我试喷它东西有问题坏掉，是不是就赶快请同仁把它拿走，换正确的来？试喷的4次，时间从7点47分一路试喷到最后一次是8点47分，足足试喷了4次1个小时，这是我认为这个第一个诡异的地方。第二个诡异的地方是，好，今天民众党认为他们是被害者，发生事情之后。当然，政治面我们等一下讨论。我认为黄国昌等人应该要被谴责，因为他们第一时间就说啊，什么青鸟啊，然后什么赖清德制造政治仇恨啊，直接在没有抓到范闲之前，然后就把这条箭直接射向民进党。可是如果我们来看整个专案小组的侦查时序，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个鬼故事。台中市警局是什么时候知道是这位分局长他喷的？我跟大家报告，4月17接到报案，成立专案小组，4月18。这个接到就是正式的报案，更正，4月17是接到记者会的讯息，所以就成立专案小组。那4月18早上接到报案，然后接到报案之后就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4月18的上午11点，局长召开专案会议，4点18下午2点40排除报案所指涉对象，什么意思？当时报案的时候，民众党人说：“哎呀，疑似啊什么青鸟啊，疑似啊什么民进党的支持者啊，疑似啊。”骑车过去的人喷射，关键是这个骑车过去的人，看来就是把它排除掉了。4月18的下午5点，其实台中市警局就已经调阅监视器，发现这个分局长疑似有用辣椒水的情形，然后继续扩大清查。所以你能想象在民众党报案当天早上9点的下午5点，就已经知道这个分局长有用辣椒水，可是还无法确定是他。好，结果晚上的10点钟的时候。这位分局长打电话给局长，坦诚说：“对，是我用辣椒水。”然后呢，已经确定了就是他了嘛。结果4月19 10点，局长再次召开专案会议。4月19的11点，成立调查小组。到了4月20号，也就是礼拜1的早上，这个台中市警局正式出来跟大家讲，对，是分局长所用辣椒水。这是我要讲第二个鬼故事。如果依照自己台中市警局公布的时序。他们在报案当天4月18礼拜6晚上就已经知道就是分局长，因为他自己坦诚了嘛。结果礼拜日卢秀燕跟台中市府团队跟大家讲，我们还不知道是谁，还在清查，到了礼拜1才跟大家确定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很诡异、很奇怪。这第二个鬼故事。第三个是现在因为整件事情时间拖了太久，所以现在疑点重重，包含现在很多这样子的画面，像这位分局长，现在有相关的画面露出，就是。他喷完这个辣椒水之后，把这个瓶子丢到垃圾桶，然后于是就有很多阴谋论了。有人说，哎呀，这丢到垃圾桶的道理跟后来是不是同一瓶？然后呢，现在台中市警局就只能回应嘛，说对，后来我们去查，确实是同一瓶，就非常多这样子的一个影射，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他是戴罪羔羊？为什么？现在台中市警局给大家的资讯是时序上的关系是，确实分局长喷了辣椒水，柯文哲等人觉得有不舒服，可是喷完辣椒水。跟他的不舒服之间到底有没有连起来？因为时间拖得太久，而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当分局长承认的时候就跟大家讲，所以看起来比较是一种可能。如果今天我不要怀疑他们，因为不可告人的原因，第一时间跟大家讲资讯，我合理判断状况如下：4月18号，周分局长坦诚用辣椒水之后，他们之所以还要1天多的调查时间，无法跟社会大众讲，对，就是周分局长喷的，导致柯文哲等人不舒服，是因为。辣椒水实际上停留在空气，跟实际上让人感觉到不舒服的时间，跟实际上这个周分局长他喷的这4处跟柯文哲反映的，是不是真的能连起来？我认为警察根本也没把握，所以他们才拖了这1天多，才要跟大家讲，因为后来没有新证据啊，那应该就是吧。第三个我要讲的是说，就这个的惩处，后来台中市政府市警局是非常铁腕的。用最严厉的惩处方式，就是除了记过以外，是直接调离主管职。这老实讲以一个分局长3县1直辖市，而且还是6分局，是以台中来讲算是首善之区的分局长，在西屯那边，实际上拔调为非主管职，
这等于就是他的仕途一定会受阻。实际上拔掉，调为非主管职，这等于就是他的仕途一定会受阻。本来6分局的分局长正常的流程就是回署里历练一下，出来之后就可以到小的县市去当局长。所以这个就是拔掉，就是超级重，这对警察的生涯有可能他未来届顶后就退休了。那所以现在外界很多说法嘛，包含台中是不分蓝绿哦。我举例，台中市议员国民党的李宗，他认为这就是政治办案啊。国民党的议员李宗他认为说这个案子你就是因为对方是柯文哲，然后把一个分局长就这样直接拔掉，他认为过重。那民进党的我们总召台中市的总召周永宏也认为这个事情这样子惩处很奇怪。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周瑜秋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连柯文哲跟黄国昌听到说要拔关，他们也愣了，然后也觉得说为什么这现在是全国都觉得太重了，是吧？现在会变成是这样。如果按照周瑜修、柯文哲等人对外的官方说法是这样，可是我觉得他们是两手策略啊。那第一时间这个刘姓参选人在节目是怎么讲的？他一开始先骂民进党，好，你喜欢政治攻防，我算了，这个社会会谴责你。可是关键是连确定是分局长，礼拜一台中市警局开完记者会之后，这位刘姓参选人在节目上怎么讲？他直接讲说这个分局长是青鸟。就你们在搞政治嘛？阿苗，你一样有很多的疑点吗？因为现在第一个市警局已经出来公布了，包括公布影像，包括公布所有的过程，包括告诉你说，你们大家在质疑那个辣椒水的罐子丢在那里找到的时间为什么会比分局长？因为刚那个时序，分局长他坦诚的时间是在4月18号礼拜六晚上10点左右，是。然后说找到这个辣椒水的罐子是4月18号凌晨，大概12点多，对不对？12点多，所以说那怎么可能先找到罐子，然后他才一般是，如果他坦诚说米给嘞，然后讲我丢在哪里，然后讲，然后今天为了这个市警局要再出来澄清一次，说是因为看了很多直播带或什么，有看到，可是如果看到直播带，看到他丢那个，然后辣椒水也找到了，那不就应该第一时间就问那个分局长说，那为什么是你丢那个辣椒水的罐子？那为什么要等到晚上10点？不是，我为什么又讲了另外一段鬼故事？可是这整件事情，阿苗真的有这么多疑点吗？难道连市警局公布的所有这些，人家说眼见为凭，虽然 AI 时代不见得一定是这样，可是都让你看完这些了，还是有很多疑点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官场现行记啊。因为照理来讲，它本来很单纯，它可以是一个很单纯的案件。如果说一开始不要把调子吹到那么高，说叫赖清德出来的话，就说你一开始这个民众党柯文哲逛夜市，然后这个议员参选人闻到跟他怪怪刺鼻味道这样子，那其实说真的啦，我冠廷、博维淑慧在这边，我们选举也有扫街扫街闻到什么刺鼻味道怪怪，我们也不会回家就 po 文说这是谁谁谁要迫害我，我们不会这样子嘛，对不对？顶多什么问一下环保局说，那边是不是那个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当下，因为看他们直播画面，反正后面就有跟着警察，不是吗？那你当下，我跟警察问一下说，这是不是这附近有发生什么状况吗？为什么我刚闻到这刺鼻味道你有没有闻到这些？我们大概就是做这种普通的处置就好了。可是因为这一开始他把调子拉到很高，这个事件一发生之后。白营在网络上的侧翼他们有个官方侧翼叫民众讲堂，马上做了影音，然后说是青鸟攻击柯文哲，青鸟辣椒水攻击柯文哲逃逸这些的，然后隔天这个黄国昌马上说，这个赖总统嘴上说团结，我们的社会怎么变得这么暴力？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台中市警局还有办法平常心来办这案子吗？刚刚讲的种种的疑点。你说什么？看监视器发现有人垃圾桶丢这个辣椒水，马上去把辣椒水捡出来你怎么没有看出来那个人是分局长？还有呢，分局长明明在18号晚上已经坦诚了，为什么隔天卢秀燕出来还在说什么？我们正在地毯式比对中，很快有结果。你看这个新闻，4月20号呢？4月20号的报道，卢秀燕说很快就有结果，地毯式比对。不就已经知道是谁了吗？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啦，其实背后都会有一些除了办案本质以外的思考，就是说，
这件事要怎么给柯文哲一个下台阶，要怎么把这件事收起来，那个过场是什么？我认为这是让他们为什么到现在反而变得颠三倒四的原因。这个他一开始还只是专案嘛，专案小组一定会有鹰眼在里面，所有专案小组都有鹰眼在里面。那你看这个鹰眼在4月18号的下午就已经说他看不到什么戴安全帽77，他这边写的文言文啊，排除报案所指对象，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恁讲的那个骑车在那边喷的，掉来掉去都没看到嘛。然后后来下午就发现周分局长一边走，有这个白色的辣椒喷雾喷出来嘛。所以其实如果用平常心来办案的时候，4月18下午5点就已经破案了。那影片都已经有嘛，对不对？那4月18号下午5点之后的时间都在干嘛？其实我认为就是层层往上报，他说：“哎，市长，这件事原来是这样。”怎么办？可是市长不是到礼拜1 20号早上说在地毯式搜索啊？所以我认为在这时候卢秀燕也是一个缓兵之计啊，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决定好到底要怎么样嘛，很快就有结果。哎呦，我能够在这里讲说是我的分局长，这个话不能由卢秀燕亲自来讲，对吧？政治判断上，因为如果有卢秀燕宣布说是我们的分局长误喷，哇，那惨了，这件事卢秀燕。公亲立刻变事主，所以在公关处理上面，台东市政府就是用一个政治处理，就说，那你们警察局自己去开记者会，你们自己讲你们自己先想好说辞什么时候要说然后这样，所以才会在中间，其实该破案、该公布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就跟社会说明嘛。那你看为什么会把这个案子从一件这么普通事弄到这么敏感？因为白银他一直想要上升做政治操作嘛。党主席黄国昌亲自亲上火线到第一线操作2次，事情发生的隔天，赖清德你说团结怎么这么暴力？到了4月20号早上还在加码，对不对？还说什么他们就是有一个 SOP 啊，派人来攻击啊，派人来闹场啊。白银一直把它炒热。他想要把这个东西变成鲨鱼战术，说有了这个，那大家就不会再讨论李珍秀了。你看现在政论都在讨论这个，李珍秀就没有了，赶快把这个炒热。那反正到底是谁，他们也不知道，搞不好真的说如果是青鸟，那他们说你看就是青鸟的害的，他们也没想到会是分局长嘛。那一边炒热的时候，卢秀燕台中市警局一定想要降温啊，就说这个事情这么糗，对不对？先不论分局长被拔关到底是不是过重好了，你一个分局长觉得辣椒喷雾有问题，就这样拿在手上沿路走，沿路这样也很糗，真的是糗大了。那一边想要把它炒热，一边想要降温，中间它必然会有一个大家这一群人在想到底怎么办的时间点。我认为背后其实也没有什么惊天的阴谋，因为对我来说，我看到那个分局长一面走，辣椒喷雾一面出来的那个影片，我可以接受，他就是。有人说天兵也好，有人说不知道怎么样，反正事情就是发生了。那只是后来变成是说分局长直接拔关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又是为了要收这条政治的线，收这个政治的效应，借分局长向上人头一用又过了。因为以台中的标准而言，我讲台中的标准，台中市是发生这个棒球教练在学校性侵这个儿童这么严重的事情都不会有人拔关的。这是卢秀燕的标准。那你说这个局长他去维安，结果维安有纰漏，有一个辣椒水泄露出来，就变成这个局长被拔掉。那人家一看就说：“你这个轻重太失衡吧。”这个局长他去维安，结果维安有纰漏，有一个辣椒水泄露出来，就变成这个局长被拔掉。那人家一看就说：“你这个轻重太失衡吧？会不会太夸张了？”对，台中有史以来争议的那么多，包括了垃圾山的事情，包括了粪水被排到下水道好几吨，包括今天要出来的垃圾车把厨余排到水沟，这么多的事情，从来没看过谁被拔关。连这么严重的这非洲猪瘟的事也是过了好几天，然后这所谓的局长说那不然自己死，还过了很久。结果因为这个事情，这个分局长就这样直接拔掉的话，那
当然啦，今天我有看那个有人去这个访问到那个分局长，那分局长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啊，他没有尴尬，尴尬的是别人。那就是说这整个案子下来，你会变成是说疯狂想把它炒热的这个白银在这案子里面，其实确实就是最后分局长来承担这个疯狂炒热之后的结果。那不过我觉得认为这件事情应该给他们一个经验啊。往后如果再遇到了这样子还不知道是原因是什么的话，不要急着去贴标签，不要凡事赖给清德赖给青鸟，不然的话像这次局长他就是一个，虽然他也是有天兵的部分啦，但是这次他确实很倒霉。我还以为阿苗讲说给大家一个经验，就是辣椒水不要随便乱试喷，好不好？这一般好像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方养民的建议。方养民建议不要试喷，千万不要乱试喷。但是有没有注意到？从郝冠听到阿苗就直接讲，阿苗刚直接定义，如果不是民众党把他拉高调子，事情不会变成这样，是这样吗？其实我就6个字啦啊，话太快，过太打太重过太重，打太重。为什么说话太快这个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看到这个分局长被拔掉官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们柯市长真的是分局长杀手，就是分局长遇到他的下场都稍微有点凄惨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昨天那一天4月17号那一天，按照维安的道理说，分局长不需要自己亲自出动因为毕竟就是一个市议员候选人他去这个一个拜票的活动那柯前主席他是一个卸任的党主席最多就是派出所所长那分局长我不知道他是局长派他去，或他自己好心想说这重要的人我亲自去旁边盯场看看然后就天外飞来横祸手上的辣椒水又坏了，本来想朝地上试喷谁知道这个大家又很敏感所以他就发生这个事情那为什么说他是分局长杀手第一个，柯文哲当年刚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大家记得信义分局李德维这个是101前面有法轮功柯文哲不知道为什么就怪在信义分局的前面说，再让我看到我就撤换掉你那李德维就心里就有点不爽，想说干我什么事就自己辞职退休然后退休以后郭台铭就马上把他挖走第二个最无辜的分局长是我们内湖分局的分局长，大家记不记得漂流木乌龙那时候那个高嘉瑜乌龙爆料说有人偷了内湖山上的块木，珍贵块木不好意思，内湖山上真的没有块木请大家千万不要来挖真的没有结果证明真的是漂流木结果可是他没有查清楚之前就说要撤换掉内湖的分局长然后后来被证明这个林木署证明说那个不是块木真的是漂流木，还有说还要暂缓但是我们那个内湖分局长也很没送就调走了对，所以分局我觉得我昨天看到这个我就想到这2件往事，我就开玩笑说这个他真的是分局长杀手好，那是不是惩处有过重坦白说自己去保护然后误喷这件事其实真的是罪不至死但卢市长的说法是他隐秘就是你事件发生大家去看那个时序这个18号的上午9点当事人去报案然后下午5点警方调阅监视器已经发现其实就是你可能就是已经有人告诉他说分局长我们其实看到监视器就是你，所以他其实自己一直可能都知道是他，但是他就一直想说如果没有发现他就不讲，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心理感，可他不敢讲，我觉得他不敢讲，因为第一时间可能民众党已经上升到是政治攻击，所以他可能不敢讲。如果我是公务员我可能会怕我只是不小心喷到怎么变成说是在攻击，而且可能又变成说因为网络上有人说这个一定是柯黑什么的，所以他可能怕惹当真，所以他第一时间可能不敢讲。但是问题是等监视器被调到了去找到他，然后晚间10点他才坦诚所以你知道这在警方的立场就是你其实相当耗费警方的这个资源因为是你干的，你自己是警察然后人家都来报案了，你还要让我们调阅监视器，然后都告诉你了说我们看到是你了，就你还要晚上10点才讲，你自己身为分局长，你下面的人已经忙得一塌糊涂了然后结果是你干的你都不讲我想卢市长生气的是这个啦那可是警方也就是像小武哥讲的万一还有别人呢因为民众坚持有2个骑机车的嘛对，重点就在这对，万
还有别人呢哈，我们就让一个分局长背了锅万一还有别人那万一真正行凶者心里在那边窃喜说，哇，居然有个分局长帮我背锅，所以我这样讲哈，如果不是画面出来，你真的看到那个分局长有往下喷这些，好，你说那个是不是那当然冠廷刚才讲说这两个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验证。就算看到画面还有人觉得那个连结关系还有待验证。对，如果不是有画面出来，你想想看，警方如果要出来说，不好意思，这件事情最后查完是我们的分局长造成这个结果，大家都觉得很瞎吧？这个警察局不被骂翻才怪。而且因为报案的人跟被害人就一开始说有骑机车的人，所以我们要尊重被害人的说法，万一他真的有看到。所以你知道台中市的调查局还把385支的画面通通调来看，你知道那会看到眼睛脱汤因为1-2个小时的画面，然后385支沿路一直看，因为坚持去看那个骑机车的，因为就是为求慎重嘛，因为报案的人说有骑机车，对，有骑机车2个人，所以才会又拖到这个19号。那确实，据我了解，卢市长是不知道说这个周前一天晚上已经讲了，因为这个台中市警局也没有告诉卢市长，他想说我等确实监察完毕再说，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跟卢市长讲说，不好意思是我们分局长自己喷的，他也要全部确定完毕才敢往上跟市长报告哈。那再来就是刚刚阿苗说的市长是不是就这样子太重了，去撤换掉一个分局长我想市议员应该知道啦市长直辖市，即便是直辖市市长，对于分局长都没有直接撤换的人事指挥权，他有指导权办案治安辖区内治安的指导权，但他没有人事的撤换权因为这是警政署的权责，所以有这个撤换掉的建议权跟建议啦，他可以建议，他可以建议，可是建议这一次的建议权是分局，也是局长，还有是局长，这个局长也是警政署派的，当然，所以这个局长也是牵绊到警政署嘛，然后是警政署同意的这个人事案件，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卢市长他是很震怒，但是是不是他要去坚持要去撤换掉这个分局长，我是打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这个卢市长他是很震怒，但是是不是他要去坚持要去撤换掉这个分局长，我是打一个问号我看起来是这个局长自己想要去换掉这个分局长。这边有一下。对，我补充一下，刚才讲到李德维撤换掉嘛，就是信义分局长，换的是谁就是吴敬田，就是现在的台中市的局长就是他撤换了这个所谓的分局长的。而今天周瑜修也出来说，柯文哲私底下还关说了这个局长吴敬田，说可不可以不要惩处这个分局长那么严重那么严厉要换掉，因为大家都其实说真的罪不到那么严重嘛。以一个所谓的喷这个辣椒水误喷，你说对一个警察来讲，虽然是就像他周俊明分局长今天自嘲说他是风口上的猪，你只能说他是猪，但是问题在风口嘛，谁造了这个风口才是最大的问题嘛。刚才淑慧议员也有讲到为什么一个堂堂分局长要去一个前党主席的扫街？说真的，那就是单纯扫街。如果以后每一个议员扫街都要这样的排场的话，那分局长忙不完了。所以不可能是由分局长自己说要去的嘛，可能是局长是不是叫他说这个是我前长官是不是分局长？你那边照应一下，照应一下，说真的很无聊嘛。所以他是鉴识专家，所以拿了那个破坏的坏掉的这个辣椒水就不断的测试一下要鉴识一下嘛。所以他可能就真的太无聊了，才做出这样相关的举动。而这些带风向的风口才是最大的问题嘛。风口上的猪最重要是风嘛，谁带起风的？就是民众党人你说这个周俊明分局长在喷的时候，你看他喷的时候，第一个应该如果味道很重的话，应该第一个反应是他，或者是旁边的人你看他喷的时候，旁边的人好像没事，他自己也没事，否则他不会喷4次啦。自己喷4次，你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他会喷4次，所以他一定觉得不严重嘛。那如果有人闻到了，那第一时间那个咪咪就是他们的议员参选人民众党的议员，应该第一时间就报警而且你旁边有一个这个陈清龙
他以前当议员的，应该对跟分局长应该很熟啊。一通电话打给分局长说，分局长有闻到味道。那这个分局长会说，他就是我喷的啊，道歉一下就好了，就完事了，就没有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整个民众党就是刻意扮演政治受虐儿，而第二天又去报警的时候，强调说有2个骑摩托车的伙伴。所以警方的办案方向就朝这个方向去侦办嘛，朝这个方向去侦办。即使分局长觉得自己有喷，他觉得我的不严重啊，是不是真的有人对民众党人去做这样相关的攻击动作？所以他必须务必把其他的可能性都排除之后，他才会出来说啊，原来就是我喷的嘛。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帮分局长讲话。虽然他做了一些比较愚蠢的事情，他自己都说他是一头猪，那问题在于风口上的猪让猪飞起来是那个风口，而这个风口就是民众党所带起来的政治斗争的风向。三哥，这整件事情好了，从事情一发生，当柯文哲觉得身体不舒服，然后包括去报案，那个民众党的参选人去报案以后，整件事情大概就已经拉到了政治层次了吧？他应该就不是单纯的一件有没有什么辣椒水或伤害的一切的问题。而后来包括你看到包括周玉秋他们就讲说，黄国昌也觉得很压抑，为什么这么重？柯文哲觉得为什么那么重？还跟那个局长讲说，可不可以不要那么重？然后甚或现在不管他们去撤告，或是周玉秋他们讲说，大家不要再搞政治这些好不好？台湾已经经不起像这样的一些事了。过去中国那边有很多短影音的网红，然后大家就觉得他有流量，所以我们就把他放到电影院里面当男主角。有成功的案子，也有失败的案子。那现在民众党在政治舞台上啊，我想就符合刚刚的那个描述，因为在电影里面我们追求细节，我们讲1秒钟24张，他们讲1帧多少，要多少的什么场地布置干嘛？所以我们在拍电影或广告的时候，追求的是一件事情啊，我们把它处理得尽善尽美，让伟大的作品可以永久流传。民众党不一样，他是拍短影音的政党，他们在想的事情就是辛辣。然后hook就是要有那个勾引大家显眼的标题、夸张的内容，然后要有 overload 的短影音的特色这个叫 overload 的操作，就是把呼吸的声音剪掉，然后让它看起来很快，然后每一句话都有不同的意思，然后让你觉得哇好多东西哦，我刚是不是读了一本书啊？这种操作模式就是短影音的这个制作方式嘛。所以你把民众党的这种短影音操作模式拿来做，我们难道不该要求警方处置有当吗？我们要改善他的处置守则啊！领取这个辣椒水条件，那抛弃辣椒水的这个相关 SOP， 他们不管的，他们只在意的事情是我做完这一支短影片之后我有多少流量，他不在意这支影片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有谁因此拔关，所以他们在想的永远都是只有他们自己。这个世代，就从以前我们要看电影。后来有老三台，后来有广播、报纸、杂志等等，到这个时代的新产品叫短影音嘛。那短影音最大的特色就是不用负责，他对他的内容是不需要负责的。所以你刚刚那个说法，意思是说，为什么黄国昌这件事情要直接先指赖清德，然后刚刚讲说是不是，然后那嘴里说团结，然后造成什么？只要那个标或是讲的内容，对，这样就比较能够吸引要看的人进来。你知道你们现在光遥控器停留在新闻面对面呐，现赚6000到12000，为什么？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短影片网红去上那种网红老师的课程。第一个标题一定要夸张且吸睛，所以他们的标题就是青鸟骑摩托车双载喷辣椒水啊！哇，我们被攻击了，柯文哲选过总统了。跳青鸟啊！我都来打嘞，他们的想象就是恰半嘎他钓嘎嘎槟榔啊！我喷了你死，柯文哲你红嘎冲啊喂！他们的我要看那个标题，要点进去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意料之外，要极致的暴力啊，然后最狗血的剧情。好，进去到第2部的时候，它要延续，它对面还是要有一点点内容可是他们没有内容嘛，所以他们生出来的内容就是我明天会提告，以及什么？为了要延续这个内容，柯文哲讲什么？我到第2天还在流泪大家都没有流泪，只有他有流泪。这个就是为做而做，他其实本质是没有内容的东西，他本质是昨天晚上喷完就没事了，他必须要把话题继续延下去嘛。所以我昨天还在流泪，我明天早上9点提告。
那个半暝半，我如果是我的朋友被喷，我半暝半坐伫派出所，你都没查出来，我都没被照啊。下面跟我明天早上9点我很累，我先回去睡一觉。你根本不在意这个事情的本质。如果他有身体严重危害，你党主席还在流泪，我至少要等到他流泪为止吧。我就在派出所看发生什么事情嘛。我要选议员的人，未来这个派出所是我辖区，他的处理效率不良，而影响到我陈情夫的案件呢，这是正常人的逻辑。他们都不正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那第3趴叫 overload 就是我刚刚讲的，然后让人家目不暇接，我好像很丰富。我刚在短短3秒内学到了数十年台湾精华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他们要透过不断的怎么样海量的讯息、举证账号，所以他们就要合作什么网军侧翼、公关公司，还要运用科技叫做生成式 AI。不断的用各种不一样的、不同角度的、不同麦牌的、不同直播主的、不同类型的这个骑摩托车要推导说这3轮的奥多麦无3轮嘛停产啊，这输出去的然后就跟大家那边乱猜，瞎78乱猜一通，这叫目不暇接。这个有 get 到。你搞得我们摄影大哥笑得好开心，这表示我讲的非常专业。对。这个有 get 到。你搞得我们摄影大哥笑得好开心，这表示我讲的非常专业。对。第4点，等一下帮你剪短影。第4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我看完之后我留下什么记忆？你不能让人家看完就这个是搞笑的我就划过去。那留下一个记忆。那他们本身没有记忆嘛？那一般来讲，我们柯文哲如果是民众党的短影音，讲完一个短影音之后，柯文哲很聪明。柯文哲很有知识，柯文哲很怎样啊？但是他们没有这个内涵，所以他们呢用一个叫做鸡蛋高墙的战术，就是我是鸡蛋，然后民进党是高墙。具体怎么操作？来，我跟大家分析历史的做法。这个柯文哲如果被警察喷辣椒水，民进党派人来闹场；如果检察官起诉柯文哲赖清德司法迫害；如果国民党议员检举柯文哲图利民进党追杀。钟小平什么咖？钟小平什么咖？他也不愿意讲嘞，怕你们私交到钟小平嘞。没有那一句，没有那一句，你不要加嘛。过年拜庙被民众党呛瞎，民进党撕裂台湾，国防机密会议后带走机密资料，民进党一天到晚搞政治斗争，违反集会游行法，赖清德司法迫害，李珍秀违法当立委，国家机器霸凌，让自家房子占国有地。对抗民进党被搞到老家被拆掉，周刊报道养狗仔跟拍政敌，民进党不要造谣。原来账号民众党的短影片闪称内容，它的产品是民进党，他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让大家知道民进党是坏人。如果没有民进党，民众党还不知道怎么做新闻，所以民众党它的操作方式就是所谓的短影音操作方式。而这一阵子，这就是说这2年，民众党上了台面，其实黄国昌这个，你要说他是鹰派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养狗仔派上任之后，他们训练的模式就是这样但这个会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与社会脱节。因为你拍影片的时候，已经是那种很狂暴，我好像吸了很多那个辣椒水很嗨的情况才能拍短影音嘛。可是你不可能每天这么嗨你不可能去操场的时候卖香奶茶你搞这找他细照，然后店员把你赶出去所以你不能每天这么嗨的情况下，你跟他认真的要讨论说，那个主席，你们这一趟这个来扫夜市具体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善调整的？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卢秀燕也不敢跟他们碰，你知道吗？怕碰了会倒霉，因为你看分局长碰到就倒霉嘛，法院碰到倒霉检察官碰到变顽固台独分子，谁碰到民众党的那一群核心的都倒霉，所以只好保持一个距离。卢秀燕说，好，最重的处分，不然分局长下来那现在的画面就是这样子我最后要讲一点点当事人，就是因为过去虽然做短影片，黄国昌还算是一个数十万的网红，制作短影片经验丰富。虽然我是第一个开 YouTube 频道的啦，不过既然你要抄，那就让你抄吧。但是这一位议员候选人是这一次的影片导演。我跟你讲，他这一次的影片导演，为什么我说短影音拍久了，他会跟现实社会脱节？你注意看他后来怎么处理？第一个，他出事的时候，他是先鬼扯别人。就今天上公来跟我陈情，他们家的水沟塞住了，我跑去找速发部陈情，你是不是觉得我是神经病？这个就是他们在做的事情。你的现场有人辣椒水喷了，第一时间先找一个，我多半还一点实力，我多半还讲你骑车讲台语民进党，
就这样子先扯一个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人，所以他第一个你要陈情案件的时候，你光抄都会抄错人，陈情人 A 啊报到陈情人 B 去。第二个叫嗜血闹大，赖清德又怎么样制造对立，把它闹大了之后。然后上空就说不是啊，你说我水沟是赖清德用的你喊完之后我水沟还是没有通啊，我的事情还是没有解决，我人还是不知道是谁抓到的。然后第三个会弄到无法善后，分局长下来了，我们现场所有人都觉得太扯了。我们刚阿苗讲的性侵的你也不处理制造污染的你也不处理，政策错误的你也不处理，你处理这个不小心误触辣椒水，你们自己新闻稿讲误触的嘛，误触辣椒水要下来，那我跟你讲。那照同等逻辑分局长要下来的话，以后在街上喷到辣椒水了，随便也羁押15天起跳。因为同等严重嘛，你是因为柯文哲才这么重的，不是因为这个动作这么重嘛。你的判断是政治嘛，所以你做出来的事情没有办法善后，只好怎样找那个议员拿2杯饮料，他拍谁害你们分局长休息，不好意思，没有办法善后。我局处首长被质询的时候乱骂一通之后，然后你拿2罐饮料来给我，我下次我还不弄死你的陈情，我看我会不会回你。这个议员连自己正在选，他都忘记他的政治工作的核心产出是服务群众，是声量也好，是政策也好，是陈情也好，你要服务民众的。结果如果有一个人跟你陈情，他被喷辣椒水，你1、2、3步都做错。第4个，你连窗口都找错。请问一下，台中市发生这件事，首长是谁？赖清德。好，那这样子你就慢慢等，你们家的水沟就慢慢等，看什么时候会通。这个就是，如果有人去找那个人陈情，请你不要摆过来，我没那么笨，好吧？你没有，但是你去找他陈情，可能就会发生这种事情。第5点，原来是怎么样？一切都为了声量那一切都为了声量，都不罔顾事实，都要加油添醋然后加葱加料，那最后就会变成他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你看，你知道唯一一个整件事情唯一一个获利的是谁？那分局长也倒霉柯文哲眼泪流到隔天了。我看我也讨厌这个叫品质制作低劣，我根本就不去看这种影片。姓刘的啦，对，唯一一个获利的还不是民众党黄国昌，是那位当候选人、议员候选人。哇，上节目然后瞎掰然后大家看我对他的好处，为什么他这么急于求表现？我怀疑他在跑的时候，有人就问他说：“你是杨宝珍吗？我们很支持你没人认识嘛，就是没人认识你才演得这么夸张嘛。你有人认识，你有需要演这一出，你出来好好的讲。假设今天我们是现场在那边扫夜市的人，遇到的事情，大家先不要慌张，我们现场要保留证据然后进一步我们去派出所报案。”积极一点，在那边留到半夜那个水落石出；消极一点，也密切保持联络。没有那个第一时间先去上节目、上通告的，没有那个是赖清德、民进党然后黄国昌还在那边在广播台都是赖清德制造队。所以正常的逻辑了不起我们说阮局长你都够衰，你都喂掉啦，无小心tweet无，阮开一个记者会大家讲以后会改善意思你赔250块健保急诊费，安尼就好意思我们就有那个过程了那向社会大众讲说，警察执勤很辛苦难免会有能够容忍的操作错误，不在现在的守则里面。那他要遇到的事情，这个千万种事态，也是为了保护我嘛。格局高度之高对不对？未来那个警察以后要保护柯文哲是报名踊跃那不像现在每个被你用完都抛弃，谁碰到你就倒霉整个民众党就像衰鬼一样，像我们以前玩大风那个衰神，谁站到谁倒霉，谁站队就赶快给你我不要给你看贵。这就是短影音操作政治议题，而且是严肃的政治议题会带来的社会后遗症。但是如果今天 Thank you 刚刚那样讲，那我不知道观众朋友学过没有，但是上宫显然不太符合 Thank you 刚讲的那个要做的。他是喜欢看好电影。没有，因为上宫是以底蕴跟实力著称，所以他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好不好？这样吗？上宫，来上宫，你评一下因为这整件事情，白银现在一直告诉你，大家不要再做政治操作了，也不要做政治斗争，不要再搞成是这个样子。那显然这件事情虽然还是有包括现场来宾有很多的问号，但事情应该就是这个样要落幕了吧？只是这件事情从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结束，除了中间大家发现是个乌龙的那一段，对整个台湾社会是不是真的凸显出来？台湾社会彼此之间那个不要讲什么信任，那个已经是太难的2个字了。一点风吹草动，大家互相之间的攻讦就会变成这样子吗？然后发现不对，没关系，反正就当我没说过就算了。没有，现在就是一个民众党站在一个反赖清德、反民进党的立场嘛，民众党嘛，所以你看到闭口刚才讲的闭口那个语录，
都是赖清德啦，国家机器啦，赖清德啦，司法迫害啦，而且都一定带上赖清德。所以你看到闭口刚才讲的闭口那个语录，都是赖清德啦，国家机器啦，赖清德啦，司法迫害啦，而且都一定带上赖清德，司法迫害啦等等哦。但不要忘记第一件事哦，第一时间说无差别攻击是谁说的？民众党哦。好，我不晓得全台湾的派出所跟分局是不是过10点就关门了？没有，24小时。当然了，对啊，他们是急着先开记者会，隔一天才去报案。第二天早上10点，无差别攻击，你听这5个字，你会想起过去发生过多严重的事。结果他们第一时间是开记者会。我还以为我们现在警察局是10点就关门了，不接受报案。你既然认定无差别攻击这么严重的事是在夜市的时候，你为什么第一时间不是去报案，而是开记者会，隔一天早上才去报案？第一个，你对所谓台湾治安如果发生无差别攻击的认知是这样，我可以等一天再报案的吗？然后一直在后面就变成，没有，你看 SOP 赖清德什么 SOP 就保人来乱，然后绿媒攻击，一点法治都没有，怎么样？对不起哈，你们前面在现场的人是说无攻击差别，然后你后面无差别攻击，然后你现在变成是针对你们，到底是无差别攻击还是针对性？请你们黄国昌跟你们的候选人自己先沟通好一种说法。你光说法就出现很奇怪，就一直都不一致。后面你又说是那个机车，指证历历。我请问你，警方办案，你来报案说是机车，然后我没有，我去查这一个人，那警察办案是不是很250？我一定说你报案的人说你看到这样嘛，我就先找机车嘛，我一定全部找机车嘛。第一个时间最奇怪的是，不是啊？你们是在夜市闻到的吗？夜市是行人徒步区，根本就不可能进机车啊。好啊，你讲了，那我就查出来是你们聚集点什么，发现有机车经过啊，不在市场内啊。所以第一件事情排除嘛，排除完才看到那个分局长嘛，然后分局长。到最后啊，当然卢秀燕是很火大，就是说分局长跟你们自首，你们都没跟我讲，害我19号、20号还这样讲，那表示这个警方里面是不是查到了分局长又先否定再肯定？说怎么可能会是，还是说在怀疑说是不是有其他人？整个结果，那你整个事情。你说啊，我们先不管内容是不是鬼故事，那谁把它操作成政治？柯文哲我还在流泪啊，社会对立搞成这个样子，我还在流泪啊，讲社会对立搞成社会对立没办法接受，也是你们讲的啊。从头到尾不是台中警方讲的啊，台中警方是你们。开完记者会，我成立专案小组在办了，还不是你们报案以后我成立？刚才那个表里面是你们开完记者会，我就开始成立专案小组嘞，因为他知道事情后面一定不会善了啊。对啊，然后你们隔一天才来报案嘞。你们开记者会已经几点了？人家警察是看到你们记者会成立专案小组的，你们无差别攻击这么严重的事情，还要先开记者会，隔一天才报案，你说谁在操作什么？到底谁在操作？然后，辖区是谁？这个报案管理的辖区是谁？不就是那个分局长的辖区吗？是啊，人家报案的时候他还在那。动员警察去查，最多的是哪一个？一定是他们分局嘛。对啊，分局看到没有查到？你想开完监视器，没有看到机车，看到了自己的局长。
你认为底下该怎么办？潘分局长原本在期待真的可以找到骑机车的人，也许啊，他就不要自首。因为说真的，指控的。如果分局长根本就不觉得严重嘛，因为他自己喷不觉得味道，他喷地上嘛，对啊，然后你就指控是说双人在机车在空中喷，我是在地上，哎，是不是真的有这些人喷的让他们受伤？他很认真在查这一块。对啊，然后我是喷地上啊，我是在试喷，应该不会那么严重啊。结果你调监视器调了半天没有车子啊，那怎么办呢？照上公那样讲，好，我们应该这样说：如果他是单纯要办案，那是一回事。可是，如果一开始就是包括政治上的一些氛围，包括指控全部都出来的时候，这两个一搭起来，连办案的人大概也没有办法很单纯的就是照一般人办，他就必须要想很多，也许更谨慎，我不知道，也许会变成是这个样。你想一下，分局想说，哎，看到我们讲不会啊，我们分局长应该不会攻击民众党啊，应该不会是他吧？你说底下的人会不会质疑？一定质疑嘛。然后报给局长。局长也纳闷了，啊，你测试啊喷了4次啊，你影响这么大吗？我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周边看清楚到底有没有其他人嘛，然后没有报给卢秀燕，所以卢秀燕出来，你就有点这个市长就被当傻子，我们还在地毯式的搜索，应该会有很快的结果。结果人家专案小组都已经排除完了，都已经在调查那个第6分局长的时候。消息都还没有报给卢秀燕，你没发现卢秀燕出来开记者会讲的义正言辞，结果到最后也是一个受害者。怎么样？我讲这政治事件最后导致政治办案。我要讲我为什么刚才一直要强调那因果关系？我们今天假如比方摄影棚，然后呢不要摄影棚了，好某个地方有人开枪，然后开了枪之后呢，查到左安廷手上有一支手枪。我有手枪不代表那一个枪是我开的嘛？是啊，你要比对弹道，你要比对型号，你要比对我们不在场证明。不是你违反枪械弹药管需要比你先被抓走了，另外一罪。所以这一样情形哦，这个分局长他犯的可能是以常理来讲，很少分局长会自己去测试辣椒水，而且测试了4次。对，所以我们说很荒谬。可是这个荒谬的结果，现在导致让柯文哲等人认为自己被胡椒水攻击，这2个连在一起的因果关系，所有专案小组对外的说明完全没有说明。我跟你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以前最讨厌的事情，就是为了要政治需求，所以政治破案。这个案子不就是这样吗？这案子因为柯文哲他把它提高到我是被攻击的，甚至民进党，甚至青鸟，所以台中市警局、卢秀燕团队，甚至我讲警政署，大家都有压力。什么压力？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人为这件事情负责。我问大家有没有这种可能？我是真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柯文哲假如真的是旁边炸鸡摊的胡椒粉，导致他身体不适，我说假如，那请问关这个分局长什么事？就你这2个人连在一起啊！我今天就算要指控你杀人，指控你绑架，指控你偷东西，我要有证据啊！不，柯文哲他会贪污，就是因为朱雅虎说我有给钱嘛，你至少要有这个连结嘛。可是我们这专案小组到现在为止，所有资讯都没有。那所以最后结果就是为了要什么原因？我一直在想，418他坦诚使用辣椒水之后，以警察的经验一定认为，就算你承认是辣椒水，对，那也不见得是你嘛。所以他们一直在找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可是最后真的有可能根本没有任何人喷辣椒水，导致柯文哲这情形。可是当他们这样讲出来之后，他们怕。你的意思是说？根本就那个辣椒水也没影响到他们，是他们那个感受不会是真的有那样的感受，因为因果嘛。你今天应该要呈现好，比方说今天讲公布，要跟大家讲当时的风向，当时的行走的途径，可能是哪一次的喷洒导致我感受到。可是完全没有啊！刚刚我讲那些时序都我自己的，我们在那边拼凑的啊。冠军，我直接讲，你本来质疑是有自导自演的这种可能性，或是根本没有辣椒水，然后搞的是这样。但是现在民众党出来跟你讲有啊，最起码那个周分局长有喷啊，所以他们的感受是真的。我应该讲说自导自演的几率低，可是他的不舒服是周分局长导致的结果，两边没有连起来嘛。这个事情就是我要讲的结论是说。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变成有这种情形，然后就急忙跟大家讲破案了，是因为政治压力。如果没有这个政治压力，这个案子，你说政治压力完了以后，
不是被处分了吗？请问一下，柯文哲打电话给那个台中市警察局长，请问一下，你这是要关说警方的惩处吗？你是介入警方的惩处吗？你不能因为你跟那个局长熟，你打那一通电话，这是周宇修收的哦。你让那个电话打出来的时候，请问一下，搞成这个样子，政治上搞成这样的一个效益，然后不得不去处分这个分局长的时候，你打电话给局长，你还要介入警方的惩处吗？导演是你们，结果出来了，你们不接受，你们还要去介入警方的惩处，你说民众党难道得了便宜还要卖乖吗？这整件事情到今天为止，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还会余波荡漾吗？还是整件事情呢会到这 OK？ 那反正惩处也惩处了，然后包括影片也看了。但是冠廷刚刚讲那个事了，包括风向啦或什么，是不是呢能够更以招大信？好，这是一个。另外也是民众党最近是多事之秋。来 ，Thank you。李珍秀这件事情看起来黄国昌是冷处理。他就冷处理。好，我们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李珍秀说要告，因为明天是礼拜三，今天那个包括立法院那个韩国瑜院长的行程已经抛出来了，明天大概11点多左右，包括有那个就是许忠信，然后要直接就职，然后因为有院长嘛 ，OK， 所以明天如果要到李珍秀说他弄了假处分，黄国昌看起来民众党就是冷处理这一段，是这样吗？对黄国昌自己来讲，最近除了要处理这些事情。又是什么新北，然后月底要民调，然后又有彰化，然后又被拿出来柯文哲，不错啊，很好啊，这些都绕着黄国昌在走吗？这个延续我第一段的论述嘛，那你当影音制作者拍出来的东西流量不好就赶快跑嘛，或拍出来的东西招致很多攻击就赶快下一题嘛。所以像之前刚刚我们在讨论的那个夜市的部分，他们现在在拍第二支了，叫做。青鸟说我自导自演，青鸟要道歉啊！现在在拍第二支，他没有在管，有没有？他第一拍已经不管你了嘛，他就拍他的第二支了嘛。所以他们今天的论调就是你们自导自演，你们要道歉嘛？哎呀，自导自演无差别攻击，自导自演政治。他没有要跟你讨论这些，他们接下来的做法就是你如果提出质疑，他下面就一排网军去你下面留言，你几岁了？你是都不知道现在演到哪里了，就开始在骂你。我跟你讲，听了很生气，对不对？我只是在模拟他们的网军啊，他们的网，他们的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他们的做法。你几岁了？你是都不知道现在演到哪里了，就开始在骂你。我跟你讲，听了很生气，对不对？我只是在模拟他们的网军啊，他们的网，他们的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他们们的做法，不然的话他们就是会以后不要随便问人家年龄。我很抱歉，我先跪，我还是尊师重道的啊。但是等一下，网络上面如果说错话怎么办？你说刚刚的那种情况，不是我说在网络上面，如果一般网络上说错话要怎么办？一般来讲要露出道歉，要露出事业线啊。那不好意思，摄影师帮我 Q 一下。这是我的事业线。好，在这边，在下面这一点有没有断？露出事业线。好，那我们回到专业的部分。那所以现在黄国昌他现在是要逃避李珍秀这一题嘛？如果李珍秀这题有肉的话，他当然就继续做嘛。哦，我想说我是蛀虫奴才。这对我是本人非常不公平啊！过去我在国会的努力，可以噼噼啪啦讲半年，可以吧？他什么都没有讲啊，这个，所以他的确是要冷处理。但冷处理代表不处理吗？就我所知啊，李珍秀在这个周末风风火火的做了一些处置动作，包含我们看到那个去缴费的申请裁判的。那就我所知啊，他在问他的助理有没有要归队，据归队，对啊，因为他有这个立委助理群呐，结果才发现呐，立委助理啊，全部都是党中央派来的嘛，所以那个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跟黄国昌吵架的？跑光光了，那个群主本来是括号6，现在括号1，群主已解散啊。然后呢，这些人是就归队嘛，归队就回到党中央，那回到党中央当然就开始了，主席就会问嘛，他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我跟你讲，李珍秀在某某时候上过。警察时报那个时报可能是红的，我们来打他干嘛的？可能类似这样子的讨论就会出来。所以黄国昌他表面上是也绝口不提啦，反正他只要李珍秀3个字提到1个字，他就会觉得我扣分，我不讲。但是呢，是他们私底下有没有在运作？我想这个如果有也很正常。那这个是我所知道的部分。但李珍秀这一件事情啊，我希望留给社会大众的讨论，或者说我自己看的角度会是。
他的双重国籍，我还是那一句话嘛，我们的模糊空间是为了我们模糊对方不存在，而不是把它模糊成存在的。历史上国民党不敢这样操作，民进党不敢这样操作，甚至我连新党、亲民党你听过的，没有人敢这样子操作，而只有民众党敢把它拿出来提名。那事实上也造成说一定程度的为它这个波澜。我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这件事情解决了吗？其实也没有解决，他还是搁置在那里。他下一次再弄一个来，大家也是在吵一架。那么李珍秀个人或许有一个短暂的声量跟曝光，但是呢，他始终没有跟柯文哲。我跟你讲，我我也不是喜欢看他跟柯文哲翻脸，或是看他跟民众党翻脸。可是你看王金平当年有跟国民党大张旗鼓的翻脸吗？我明天王金平弄一台跟邱毅借他那一台冲车包围八德路国民党党部，有吗？也不需要嘛。他做的事情就是让我申请假处分，我回来继续拿着我的锤子继续敲嘛，一切都正常。昨天有人攻击我，如果有人攻击我，我应该要有感觉才对啊，我看起来不是很正常吗？那个攻击就跟蚊子咬到一样，他就继续做他的事情了嘛。而李珍秀不是旁边慢慢打一堆可是正事不办，他要保留他的立委职务，该申请的事情不办，我觉得这个是他最可惜的地方。但我之前也讲过了。中华民国台湾的立委在国际地位、处境各方面都非常困难。其实越到困难的时候，大家反而会想要看你面对事情的处理态度。所以我自己对于我过去罢免的时候，我有检讨。或许我认为我都有回答问题的，但我的态度应该要更正面，然后更告诉大家我在这些经验上学习到什么，而不是我坦白讲，很多支持者跟我讲你那个时候看起来，我也不知道你到底讲什么，看起来就好像做错事。我说我没有做错事但你看起来就很像啊。我说我看起来很像，你就没有投？有啦，我都有叫人家不要去投啦，不是啦，要投啦，要去投啦，啦。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是郑志文一个学习的地方。我跟他们有聊过一件事情，私底下在这边偷偷爆料。他说其实我们要想，我们现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是为了当下的我们在做，而是为了10年、20年后别人会怎么学习一个政治工作者，或者是如果我们未来可能是有很远大的职位跟梦想的时候，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李珍秀这个事件带给我的学习啊。你觉得黄国昌未来呢？现在看起来，新北月底民调，国民党当然你说民调，国民党看起来李四川最起码这一仗劳心在在，又彰化又什么的，黄国昌到底要选哪？他不需要知道自己选哪的，他只需要给自己留下最多的选项。股票市场几千只，我有一定要买哪一只吗？有我对不对？我就全部都看嘛，我保留我有选择的权利。黄国昌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我需要合体的话，需要上节目所以他争取最大的曝光量，以及营造民众党共主的这个阶段，先维持住。那等到需要做抉择的时候，他来做当下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我想这个也没有，我对这个也没有批评，但我认为这是他的做行为模式。OK， 主任，为什么李珍秀说你蹭他？这个为什么你蹭他？你什么时候蹭他？好了，我要自我检讨，首先我要先说啦，其实通常别人骂我如果没有人告诉我，我是根本不知道所以如果张玉谋没有讲的话，我根本不知道李珍秀开直播骂我。那第二个，你问王一川就好了。王一川一定会盯着李珍秀的直播看。王一川只看2个人的直播，对，馆长跟李珍秀。对，那没有关系，看了没关系，就不要告诉我说有人骂我就好了嘛。那张玉谋还把它写出来，然后媒体还报道，所以我就在搜寻我的名字的时候，我就突然知道我被骂了，那我就难过了嘛那第二个，为什么我会被骂呢？被李珍秀骂，我要深自检讨那我也百感交集就是你知道之前国民党有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在这个节目也帮李珍秀捍卫他的立委资格过当然他也没跟我说谢谢因为他也不认识我我也没有这种奢望那被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太老实了，你知道，其实这阵子我去 Google 已经没有国民党的立委或国民党人士去评论秀秀姐的任何事情那我就嘴贱嘛就不小心讲出我的心声了我就之前在媒体的时候，我就不小心讲了说，奇怪，当时面试的时候没有发现他是情绪这么不稳定的人吗？我就讲了这句话嘛然后秀秀姐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了这一集就大怒就说我在蹭他不好意思我其实应该要学国民党的其他人这样子就闪掉这个话题，就说我深自检讨，所以我现在不应该再评论秀秀姐在我的心里面只有2个秀秀姐第一个是卢秀燕第二个是李艳秀对，从此以后我只会评论这2个秀秀姐。对，OK。但如果这件事，因为李珍秀已经提了假处分，那明天
许忠信要上任，就直接上任了。现在是已经公告，明天是就任。阿苗，来科班，帮大家看，这是假处分。你看黄国昌一副老神在在，包括民众党的就法律方面的人，你问了，大家都跟你说，如果要不管什么事，法院见。那假处分搞不好连法院见的机会都没有。黄国昌就一份讲说，他觉得没事啊，就是这样啊。对他老神在在的原因是因为李珍秀拖太久。当时王金平王院长很简单，他国外一回来到机场，马上说他要提出确认党籍存在之诉，并附带申请定暂时状态的假处分嘛。为什么要那么快？因为王院长必须要赶在呢立法院跟中选会的程序启动之前，先进去这个法院嘛，那法院才会认定他说，对哦。如果万一被撤销，你有不可回复的损害，我这个定暂时状态的这个假处分才要给你嘛。原理就是这么简单。可是李珍秀呢，他前面的那个已经慢了太多拍了，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在黄国昌的算计或掌握中。当李珍秀说在脸书上，他不是说不提告的时候，最高兴一定是黄国昌，就说你不提告怎么样？中选会跟立法院我们的火速发车嘛，火车过站了。中选会哪里火车过站？中选会已经接到立法院的公文说，然后他发给许忠信说你递补了嘛。那立法院也是发车啊，已经要安排要宣誓就职这些等等啊。所以现在关键在于李珍秀，你提告，你的被告有几个？如果你的被告只有黄国昌领导的那个党，没有包含中选会跟立法院的话，那你最后就算你胜诉，你也只是争了一张党证，你有争了一张党证，但是你那个心心念念的，你说你是立委这件事我想等到许忠信宣誓就职之后就没有了这基本上构造就这么简单。那当然，我觉得李珍秀对于白营最大的威胁，其实也不在法律层面，而是在于他是一个护私绝不留情的人，这是他最大的一个破坏力嘛，就是说。一开始说不提告，黄国昌心放下来，后来又提告，黄国昌没有很紧张，对，因为时机已经过了，那可能他没有告立法院跟中选会所以这个不会有这些事情。那可是李珍秀没有跟你说他不开直播没有跟你说他不会再继续讲一些话，虽然我们也不能确定他讲的真的还是假的，但他每次讲出来就很辛辣嘛，对不对？其实他有点像那个政治辣椒水就一喷下去，整个。民众党呢全部灰头土脸嘛，它最大的效应是在这边，包括许忠信就职好了，那就职许忠信总是要去开会，总是要质询吧。有人问会不会闹双包？其实说真的，李珍秀他现在还可以找上一个人叫韩国瑜，因为行政院跟内政部不承认李珍秀是立委，可是韩国瑜是从头到尾都有承认他是立委。那他如果跟韩国瑜讨一张说。好啊，那你既然现在说我被踢出来，那你给我一个立法院荣誉顾问证书然后呢？自由进出院区啊，荣顾证书的一个福利就是可以自由进出立法院区立法院荣誉顾问证书然后呢？自由进出院区啊，荣顾证书的一个福利就是可以自由进出立法院区你知道这个他东西在闹下去的时候，他有点像是什么不讲理的这种抗议，因为很多不讲理的抗议是什么法理情嘛，法他讲不过你的时候，他去你家天天按门铃啊，去你家天天敲门啊，在你家门口拿张椅子坐在你家门口啊。拿个喷漆在你家门口，在那边涂鸦啊，不时的给你撒一个什么纸，抬一个什么官了，哇，你根本没有一天安宁日子可过嘛。现在李珍秀他是道道地地的中国风啦，就是说他虽然这个来到台湾很久，可是他的思维跟他的惯性其实都是中国那一套。那之前就已经讲过，不要引狼入室。那你现在是真的引了一个狼入了你白营的室之后，你解决不掉他，你没有办法用这种所谓的他觉得他被处理好，然后尤其是柯文哲，李珍秀言必称柯文哲。那时候说柯文哲呢，如果你愿意好好的处理他，也许你们这一段政治感情真的就慢慢会收尾。可是柯文哲公安我们空洞。李珍说好，那我不上通告，但我开直播总行吧。这个继续闹下去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想象一件事：
幸好柯文哲没有当选总统，因为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处理事情都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个国家真的不知道会乱到什么程度。他的那个庸政哲学有没有？他经常自比是庸政，然后放下面的人，我想义善哥可能更清楚，去练鼓啊，说下面的人互斗嘛，斗出来最强的那一支，柯文哲就把它纳为己用。现在你选用到了严选的中国战狼出来的时候，这个如果柯文哲不出面，他没办法处理完。OK， 好，那就这件事情然后包括因为明天许忠信要就任，然后就任以后，那他的假处分到底怎么样？大家会看的未来发展到底会是怎么样？上公，彰化这一局对国民党真的头痛到这个地步了吗？因为看来明天中常会也不会讨论彰化，那就一路这样拖着下去吗？原本听到的是快则明天要处理彰化的问题那看起来好像明天的议程好像并没有要列。对，好，那主要好像是在等跟现任县长王惠美沟通后的决定那基本上。柯震访跟这个洪荣章一个是民调低，一个是基层不扎实，所以这两个对国民党中央而论是相对较无抵抗力较无抵抗力就对抗我党中央啦。那现在看的是谢依凤啦那谢依凤，你看萧景莲有说跟他家人有沟没有通那基本上。谢依凤当初在几个月前的时候，家族里面分两派，家族分两派，这个家族很有趣。有一派是支持谢依凤选县长，议长支持另外一个人不是谢点玲不是谢点玲好。然后当然比较直系，就是谢点玲选议长，而不要谢依凤选县长但是家族里面经历过这一段时间以后，当初力挺谢依凤选县长的也开始逐渐松口了等于说是谢依凤家族里面很坚定，过去很坚定支持他选县长的力量也在削弱当中了所以国民党里面现在。比较专注的是要处理谢依凤的问题另外两个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所以现在传出来说谢点玲跟他家里面的人见过蔡壁如那什么意思？就之前不是说希望蓝白合蔡壁如来吗？之前不是谢点玲真的彰化会让蔡壁如选吗？没有谢点玲他们去找了去见过面，然后你看。我觉得谢点玲也是个奇葩嘛，之前是邱建富嘛，找你们民进党的嘛，说这个要跨党派合作嘛，邱建富不要嘛，现在就转过来要抓那个跟蔡壁如嘛，其实说穿了就是要整他姐姐啦，其他都不用多说嘛就找蔡壁如嘛，所以因为蓝营如果要让的是彰化，因为彰化是大县。第七都讲第七都100多万人口，直辖市里面县市最多的人口是国民党如果让那算有诚意。决战中台湾的中台湾彰化是一个关键嘛？是你看中彰投里面，台中下来就彰化人口数中彰投嘛，那彰化里面现在。当然有去见蔡壁如，你看蔡壁如说他分园的媳妇嘛，他也有兴趣嘛，等等嘛，那周玉修的说法是说至少他表示我们先看国民党怎么处理嘛，你国民党现在打内仗，看你们能不能打出一个能打赢的人，好像也没有很坚定的说彰化县市长好像不能谈蓝白合的问题，虽然萧景田说没有这个规划那黄国昌当然是讲白一点的话请问你黄国昌是不是民众党正式提名的新北市候选人？是嘛？那新北市是不是要做民调？那民调呢还好不公布了不公布具体数字只公布胜负嘛黄国昌输了，然后。跟彰化说，我新北输了，我来你们彰化选一下好不好？你认为彰化能不能接受？彰化能不能接受黄国昌？我觉得很难。我觉得真的很难。
因为彰化里面北彰、南彰各自的山头跟什么啊，大家都说什么？哎，你不要看了那个水五金产业怎么样哈？水五金在彰化是什么？和美的纺织产业怎么样？其实他们产业各有龙头，就是产业里面他们也各有山头哦，这些山头过去听的是国民党地方的人，不是听民众党，而这些山头呢，基本上选举都是出钱出力，这些人不会去帮黄国昌，不会去帮黄国昌。黄国昌的自己心知肚明，在那里组织有多少人？大家在讲说，哎，不是啊，你看阿北总统大选的时候，全国得票率26点多，你看在彰化拿28点多，那你干脆跟我讲马英九在彰化拿多少好了，好不好？彰化马英九2008年鼎盛的时候选总统，在彰化拿多少票啊？国民党现在拿多少票？你拿民众党鼎盛的时候再跟我讲彰化你拿多少票？我觉得那已经没意义了。你看最简单的一件事，黄国昌为什么要骑脚踏车？为什么？拜票不是要到人群多的地方吗？当然啊。那为什么一个人骑机车？只有一个理由，走到哪里被枪怕了。骑摩托车是不是？骑脚踏车？不会有人叫他骑180公里嘛，对不对？从早上多少骑到多少嘛？好，我请问你，他在中途上，上班的人还很多啊，中途上什么了？碰到的人会跟他呛话的人少啊，不然你叫他再去菜市场逛逛看嘛，你叫他带着人再去菜市场逛逛看嘛。那个画面被呛都很难看啊。那个播出来都很难看啊！骑脚踏车的时候，一个人在那边独行的时候，旁边没有人，谁要呛他？不然你叫他再去菜市场逛逛看嘛，你叫他带着人再去菜市场逛逛看嘛。那个画面被呛都很难看啊。那个播出来都很难看骑脚踏车的时候，一个人在那边独行的时候，旁边没有人，谁要呛他？那个很安全啊。我不知道那个洪昌是不是因为这样，但是上公这样讲，对，那个刚才那个影片看起来，当然你如果一个人骑脚拜票，当然是要去人多的地方，当然拍影片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彰化这一局一直拉到两位国民党跟民进党，因为看来新北这一局好，如果要是蓝白民调完是假设川博出现。那一定就是对决嘛，巧慧跟川博。现在看起来，来冠廷是对巧慧来讲的话是往上追，看起来的话，最近几份的民调似乎伯仲。那对你们来说，因为我最近注意到，好像在讲到交通啊，或者还有人最近几天把当时连那个圆环的什么也拿出来继续在讲。对川博来讲，这会是你们攻他的一个利器吗？确实是哦。我先讲哦，就是因为李四川过去的优点，现在在新北市的选战可能变成缺点。为什么？因为他之前担任的角色叫台北市副市长，台北市副市长的角色就是帮忙蒋万安把台北市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当时公馆圆环至少各说各话嘛。阿苗他用他的数字讲出了认为可能改善没有很好，可是台北市政府他们觉得我们很好啊，就是至少蒋万安跟李四川看起来战线是在同一个战线，可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事情是，公馆的圆环处理完之后，新北端、新店、中和、永和交通是受影响的，这由谁来证实？前2天我在新北市议会再次跟新北的交通局长确认嘛，圆环之后我们的交通是不是变得更加的严重？新北交通局长老实讲啦，多少还是帮蒋万安留点面子嘛，所以讲法是本来就很塞啦，只是现在更塞，所以结论就是有影响嘛。好。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收蒋万安跟李四川的烂摊子在新北这边，为什么？因为同党不想毁坏情谊。可是你对李四川是要选新北市长的人而言，大家就问嘛，好那你怎么解决这问题？结果现在最不堪的事情来了，李四川面对媒体受访，他的讲法是，等他当选新北市长，他会来解决就是这一代造成的问题，圆环造成的新店跟双河桥的问题。你知道这件事讲下去之后，新北市民是傻眼的。首先第一个。这个支持侯友宜的人觉得，哇，蒋万安你在台北市拉了一坨这个，然后让新北市来承担，结果说你现在要你上任才能解决，等一下侯友宜的交通局团队都是塑胶的，我们都没有能力解决哦，就等你蒋万安来解决，这是蓝营支持侯友宜的人的想法。
第二个很不负责任嘛，这证明了之前你们讲说都没有影响。台北市这边讲哦，台北这边都很好，然后超多被阿苗打脸，然后新北这边然后讲说都没有影响，就事实是有影响啊，不然李四川为何需要讲说我上任之后来解决这个问题？这陷入一个矛盾嘛。因为新北不可能替你背书说我们真的没影响，实际上民怨就是在这里，这第一点。第二点，新北我觉得这一次真的会变成22县市当中，就算不是第1名，一定也是前3名大家关注的县市。当然，因为无论蓝绿，无论你支持李四川、苏巧慧，甚至黄国昌，这次新北真的有拼。那个拼的状态是，就是各方的优劣，我觉得已经看得出雏形了。苏巧慧比较年轻有活力，然后所以这个至少唱跳跳嘛，然后提出具体政见嘛，然后跟我们小鸡之间联合的活动，就是说气势是好的。那李四川他当然行政经验，他很多国民党认为他丰富，可是李四川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很对他们来讲比较不利的地方是，他整个团队的整合是很大的问题。我举例，你怎么可能一个新北市长候选人跟在地的议员大家开完会出来被媒体毒访，是在那边等车，然后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左支右绌，这个是连一个现任议员都不会发生的事情。他是市长参选人，那大家会质疑，那你的团队是不是有什么状况？然后包含前几天，因为李四川现在在跟黄国昌比民调嘛，那他就打出了一个这个贴图，上面写就是意思说他是在野最强力量。不是啊，新北你们是执政21年，你们是在野，所以那张图出来之后，我就问大家，这是国民党是希望大家支持黄国昌还是苏巧慧？然后今天川博他们就马上出了新的贴图，就把那句拿掉了。就是整个很不像一个成熟的选市长的团队，我觉得这是李四川现在劣势。最后一个我再讲这个黄国昌，黄国昌新北他现在只剩一个事情的残念，就是所有新北的府会圈，所有这些民意代表，大家都预测一件事：黄国昌宣布不选新北的那一刻，黄国昌宣布就是支持李四川那一刻，新北市民众党的党团年底就很难成立成了。因为要3席。我们现在怎么算？如果你黄国昌不选1到2席，就是1到2席，那离他们当时的这个目标就无法达到。那你当时这些狗贼就一堆小鸡出来选，是因为你黄国昌要选市长，大家陪你一起拼，结果现在完全放生大家。黄国昌现在在想的是如何让这一些人，然后跟这个民众党在新北不要太丢脸，然后他可以转身，然后往下跑。不过大家不要去猜他会选其他县市啊，他不会啊。黄国昌最讨厌选举啊，黄国昌最讨厌弯腰啊，黄国昌连戏子连任都不选的，你还奢望他选什么选举？他只要选那种帅帅的出来直播跟你辩论，他只有想选总统啦，其他都假的。OK， 对，连那个议长戴义清都说这一仗新北，那川博跟巧慧之间五五波。那刚讲到。在台北，以川博的大家讲他的行政资历或各方面，然后你说曾经辅佐过韩国瑜，包括蒋万安当副导，还有朱立伦，然后这么丰富的经验，可是刚才讲到袁环捏，如果在冠廷他们眼中，反而会变成他未来在新北，那会变成他的绊脚石吗？我觉得不会啦，公环圆环只是其中一个交通政策啊。我在当台北市议员之前，其实我是台北县民，新北市民。我那天遇到苏贞昌院长，他跟我打招呼，我还跟他讲说，那院长，我的县长奖是你颁的，所以我住过对，我住过中和、永和、树林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我以前住过这个竹林路，也住过德和路，所以我骑过福和桥，我也骑过这个永福桥真的以前就很塞，从我大学到现在一直都在塞确实这个圆环拆了以后，以前圆环它是一个。大家会塞在圆环从桥一直塞在圆环，所以圆环是一个缓冲区，但是不是代表不塞，它只是沿路可以一直塞下来，让你感觉我不用塞在桥上面但是我可以塞在桥下面那现在因为没有那个圆环当缓冲区以后，它就变成一个红绿灯，所以就变成一翻两瞪眼，红灯了大家一起塞在桥上面，然后绿灯了大家一起往前走所以。这种交通习惯的改变会让骑士觉得说，我现在全部都塞在桥上面，不能像以前这样大家顺着圆环慢慢塞。但我必须要说，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就一直塞。那你说以前有那个圆环的时候，有没有交通事故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就在圆环也被撞过就是当那个圆环一启动的时候，后面就啪，然后我前面来不及，我就被撞了所以确实过去有7年这个圆环是台北市交通事故7年都是第1名
那现在圆环拆了以后，交通事故有没有降啊？数据都可以讲话啊，也确实降了大概50%左右啊。那或许大家可以说，冠廷可以说啊，你们台北市都只在解决台北市的问题啊，不然嘞？对不然因为他要选新北市长。那现在当然选新北市长，所以他要解决新北市的问题。那我刚刚就说了嘛，那个交通问题，因为那个流量太大了嘛，所以一直都在塞嘛。以邻为祸。等，没有以邻为祸哦。好，那以邻为祸到底是以哪边为祸嘞？对不对？哈，淡北快速道路嘞，哈，要这样讲吗？不是，这就是所以为什么要盖环状线嘛？环状线就是你还我，我还你嘛，希望双北的交通是顺畅的嘛，哈。以邻为祸啊，到底谁是邻谁是祸？不能这样讲，这样讲就不公平了。这样讲就不公平了啊！我刚刚就说嘛，一直都是塞的嘛，你有没有骑过？我骑的时候，那不是讲塞不塞。刚才冠廷还有一个重点是在于说应对上面，就是说刚才你可以说川博讲错话嘛，哈，因为他以前是政务官嘛，现在要当候选人哈，或许他在应对上面哈还没有训练好，不懂得说选举话哈。那但是你要说他没有能力吗？他以前当台北县副县长过，他以前也当新北市副市长过。我相信不管住在哪里的人哈，一定都被他服务过。像他那一天讲一个事情，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那是你帮我做的哈。树林啊，正前街哈，我以前骑机车去那边买菜，永远都找不到停车位。后来前面有一条大沟，突然盖上瓶盖，然后画上机车格。我想说谁这么聪明，把那一条没有用的大沟盖上铁盖，然后画上停车格，从此以后我们机车都有地方停。那天我看短影音，我才知道说，原来这是他做的。所以当苏巧慧还在讲我未来要帮你们做什么的时候，川博到每一个地方，你看短影音，他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说这个地方我以前帮你们做过什么啊，这就是经验啊！你要说一个公委员环，你要说啊，这个候选人不会讲话啊，对啦，他是比较不会讲选举的话，因为他就是专业的事务官出身的嘛，他就是专业的公务员出身的嘛。但是我们选举每次都要选那种很会讲话、巧言令色，后面还有3个字叫做嫌疑人啊，对不对？那他就是会做事的人啊。OK， 现在看起来好，那接下来大概就进入选举的旺季。但是今天最新的一则讯息，阿苗他连带的这样看，赖清德总统本来要出访史瓦蒂尼，然后在今天傍晚的时候，那突然宣布取消出访史瓦蒂尼，因为包括那个塞西尔、莫里西斯啊、马达加斯加没有预警之下取消非常许可，这应该不会是单纯他们自己要取消这些，当然可能考虑到是不是老公会施压啦，或者所有这些，在政协会刚结束，然后10大会台礼包所有这些，郑丽文就告诉你说。那个在不管说他的路线，然后在蓝营有压倒的支持，大环境对蓝营这么样的一些的有利，那这些之下，然后老共显然对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些的打压。那未来呢？这件事情大概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台湾的外交处境艰难？它就是艰难到，如果你事先宣布说你要出访哪个国家，都有可能被施压，说周遭的空域你不能过，所以只好取消嘛。好，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朋友们已经没看过这样的场景，那现在在中国的压力逐步进逼之下，看到了，我觉得不失为一个能够让国人再一次的认知到我们现在的国际处境艰困的原因的一次机会。接下来第2个，之前就讲过了，去跟中国你说你笑脸对他，他就不会打你，这纯粹是幻想。是去年双城论坛，蒋万安刚在上海开开心心的说，我们这个要和平结果蒋万安前脚刚回来，后脚中国马上围岛演习嘛。政协会的时候，不是他们大谈什么两岸民族情感，什么一大堆的，马上结束之后送你一个大礼，让你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连出访邦交国都不行，这是一个很大的动作。我认为啦，中国已经很明确告诉你了。你只要是接受这所谓的两岸统一的这样的观念的，对不起，再无中华民国嘛。中共在表态，经过这一次因为赖总统他不是要去非邦交国，他不是要过境美国，他是要去我们的邦交国。那在这个是拜访邦交国前提之下，他可以都用周围其他国家的空域让你去不成。
中共现在在宣示啊，没有中华民国这回事。接下来考验，因为这个是最新的嘛，我们接下来就考验说，国内的各党，大家在这个时候能够做出来的反应是一致团结对外，还是有人胳膊要向外弯？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想清楚的事情。不管再怎么样，你喜欢赖清德，讨厌赖清德，他是经由我们公平、公正、公开选举选上了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如果今天他连去邦交国拜访都要遭到如此的待遇，那你还要在那边做梦，相信说都不用军购，只要是坐下来谈，中共就会正视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我们就可以和平吗？就不要再做这个梦了。和平背后要有实力做支撑。经此一事我觉得大家会看立法院里面在挡军购的，还能再继续挡下去吗？当中国连让我们的中华民国总统去邦交国都去不成的时候，军购不能再挡。来，淑慧要不要简短回应？刚刚苗特别讲，那接下来明天大家一定就要看各党之间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那国民党呢？我觉得这个之前国民党本来有立院的版本嘛，跟党中央的版本，其实我的态度一直没有变啊。我直到昨天还在跟立院的国民党的立委讲说，其实之前传出巧芯的那个版本，我还是认为是最适合。但是党中央其实也跟我们讲说，所谓的3000多亿加 N 啊，那个 N 就是一个开放的态度嘛。其实之前传出巧芯的那个版本，我还是认为是最适合。但是党中央其实也跟我们讲说，所谓的3000多亿加 N 啊，那个 N 就是一个开放的态度嘛。美国的第2批的发酵数不是要来了，那个就代表说那个 N 就是包括说第2批的发酵数一来，那个 N 就可以再膨胀了嘛。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弹性，然后是可以对外说明清楚的话，可以兼顾就是军购的需求，然后预算的需求，而且还有监督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立场的话，好，我觉得其实是，我觉得也是可以的。那这次取消出访，然后如果是就是因为老共施压，然后包括飞航许可被拿掉，各政党之间大家针对这个要做表态吗？我觉得不能什么事情都扯到所谓的老共的施压啦，对。我觉得现在最大问题就是民进党把什么事情都扯到，所以因为这是新资讯啊，我补充一下也许所谓姐在评论，因为今天这件事情就是不折不扣的老共打压。这一次是3个国家把它，因为它是史瓦蒂尼邻近的国家，把它的飞航许可取消。这3个国家是萨希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那刚刚在录影当下，这个我们的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有出来明确说明，这一次老公用的招式是非常恶劣，而且非常非常粗暴的。他用的做法是威胁这3个国家的经济，因为这3个国家经济高度依赖中国。他直接要求这3个国家不让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有办法通过他们。那潘孟安秘书长也有提到，就是说这几天，因为这是他们突袭嘛，就因为我们明天要出访，就这几天，其实有很多对这几个国家也有影响力的。我们的不是友邦，我们的理念相近的国家这些大家能想象大概是哪些国家，也希望去帮忙。可是最后因为老共是非常强烈的，就是直接用经济给这3个国家压迫，然后就把它取消。我的建议是这样啦，就是大家各自有不同立场没关系，但这个面对中华民国的总统，不折不扣对我们的外交的打压，就是应该一致对外，不应该有这么不文明的举动。这个是无论是国民党执政还是民进党执政时期，都应该有一致对外。OK， 这样补充。最后补游淑慧议员，我相信啊，他当初在柯文哲时代双城论坛的时候，议会有做过一个决议，如果共军持续扰台，议会要求柯文哲不能参加双城论坛。因为柯文哲那时候是无党籍，所以蓝绿都团结一致，说要求中共不能攻击扰台啦。国防外交这2件事情没有什么蓝绿问题。全部一致对外，柯文哲是无党籍，后来陈佩琪还秀出他的账本，说我们自己去，那是柯文哲他们家里自己的事情。但是为什么那时候游淑慧，包含国民党议员都有这个道德勇气，要求共军扰台的情况下，不应该参加双城论坛？现在赖清德总统因为出访被中共打压，就没有了这个道德勇气。当然，如果说刚刚像这个冠廷补充那个资讯证实真的是透过这个。包括说飞航的问题去阻扰的话，我觉得
这个不管是在野或执政哦，确实应该要一起共同去表态。但我也不知道说美方方面是不是也可以透过他们的外交力量哈，透过他们的外交力量或是过境美国，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协助这个我们的总统府还是顺利的能够出行。如果说永远大陆一打压或是一施压，然后阻挠我们的航线，我们都出不去，然后美方作为我们最坚强的包交国，他却使不上力量的话，那这样以后不就是永远我们都可以就被封锁了嘛，被封闭了嘛？我们一定要找出我们突破的方式嘛。那我们也有美国作为我们坚强的盟友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要找出突破的方法，然后跟美方这边来寻求协助，外交的协助。OK， 我们的外交当然大家都知道一向非常非常艰难。那这次碰到出访史瓦蒂尼，然后因为那个被打压，然后包括飞航这些的问题的话，那接下来呢？接下来的外交战场。恐怕一次会比一次的艰辛。那对国人来讲的话，该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些的事情？那国内政治当然一定要有竞争。那除了竞争以外，在面对老共的时候，到底又该是怎么样？在所有那一点一滴，那民众看在眼里，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的收看。希望明天我们明天见，拜拜。